众所周知，大清帝国呀，它的灭亡是来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其实呢，这只是表面现象。辛亥革命只是推翻清政府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而这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令你想不到，它居然是一次股灾，就股票的灾难。也就是说，大清政府的推倒大清政府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居然是股灾，居然是一只经过市场炒作，最终要导致无数公司破产的股票。那么提起股票呢，相比于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呢，中国的股市投资环境形成是比较晚的。中国呢，很多人认为是从1900年开始，1990年开始，算是建立现代意义的股票交易所。好像给我们感觉中国人炒股出现股票市场是最近20-30年才出现的一种投资行为，但其实不是这样。从1872年洋务运动开始，大清王朝就出现了股票市场，但是当时的股票市场呢并不完善。可是在100多年前呢，1910年的盛夏，大上海的股票市场呢遭遇了一场股灾，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举掏空了大清国的根基。一家国有的川汉铁路公司在这次股灾当中巨亏了350万两白银。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一次股灾，这350万两的亏损会给大清帝国带来致命一击。那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股灾呢？又是什么样的股票成了压垮清廷的一根稻草呢？这场金融股灾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讲讲这里边的故事。那早在19世纪60年代，上海就已经有了洋行股票。就我们现在说上海人呢，好像全民都会炒股似的。其实上海炒股的这种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1860年前后。在那之后呢，随着洋务运动展开呢，清政府开始学习西方创办工商企业。在1872年的12月，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设立叫设局招商。这样呢，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应运而生。所以这招商局呢，现在中国招商局一般都好用1872这个字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年李鸿章建立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但轮船招商局呢，在初期的资本筹集方面呢，率先启用了一种新型的工商企业组织形式，什么呢？就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股份制企业形式。轮船招商局呢，向民间发行股票，然后呢，招股集资，股票呢可以买卖转让。那我们国家股票发行的大幕就此拉开。1872年，注意，李鸿章可谓是中国的股民之祖。那清朝人，尤其是清朝时期的上海人，或许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迂腐和顽固。就上海当时还是很洋气，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发行就受到民间的热烈追捧。在10年间呢，这只股票从原始股每股100两白银炒到每股265两白银，翻了1倍半。那这只股票的暴利呢，带动了其他民族工商企业的效仿。所以从1880年开始呢，大清国掀起了一股兴办股份制企业的高潮，甚至催生出中国第一家带有证券交易所雏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公司。那么在真金白银面前呢，人们往往会丧失理性。那时候的上海全民炒股，市民甭管是在茶馆喝茶还是在戏院看戏，所谈内容都跟股票行情有关，有的甚至是口头就拍板成交。也就是说，他们在买股票的时候呢，几乎是见了就买，连哪家企业发行的股票、企业生产经营什么、经营状况怎么样、盈利模式是啥，都可以一概不问，就是一厢情愿的认为股价会直线上涨，丝毫没有考虑过股价可能会直线下跌的情况。你想想，我们过去20多年前，很多中国人炒股在牛市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那过1000点、2000点、3000点，只会涨不会落。那么我们现在一说到炒股呢，人人都会想起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句至理名言。可是当时呢，在这个大清晚期呢，老百姓没有这样意识。1883年，由于矿业股票暴跌，大清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股灾，破产关闭的企业商号多达400家。李鸿章甚至把这事上报朝廷，并且深刻反省，可见当时的股灾有多严重。可是这次股灾呢，没有湮灭中国人心中对炒股的向往，更何况呢，就这么一次股灾也培养不出股民的风险意识。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人们反复经历市场的波动、盈亏的变动，
让人们经常体会亏损破产倒闭套牢这些噩梦。这时候人们在投资当中才会理性谨慎起来。这时候呢，时间就来到了1910年。这一年的春天呢，上海这座城市宛如吃了补药一样，充满着亢奋。这补药是什么呢？就是一只股票，一家名叫兰格智的橡胶公司发行的橡胶股票，以疯狂的速度上涨，引领大盘一起飙升。刚发行的时候呢，股票面值不到100两，到了1910年的3月2号就达到1080两，翻了10番。到3月29号达到1675两。而当时的中国呢，绝大部分农民一年收入也不过10两银子，兰格智公司瞬间就变成了一家富可敌国的超级企业。那同一时间呢，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几乎所有的橡胶股票都演绎了同样的神话。而东南亚的橡胶企业大约有1/3在上海上市，大清国的上海成了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发动机。那为什么说橡胶股票这时候会受到热捧呢？这其实跟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原因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900年呢，美国已经开始实行了汽车的产业化生产，当时清朝还闹义和团呢，而美利坚的工业开始大幅度腾飞，带动了全世界橡胶产业的快速升级。标志性事件呢，1908年福特的 T 型车流水线汽车生产正式成型。这个汽车一成规模生产，对橡胶的需求大增。当时一部 T 型车的售价500美元，随后成本下降降到300美元，也就相当于一个美国工人1年的工资而已。这样呢，福特呢喊出个口号，让全美国所有家庭都能开上车。这样一来呢，全世界目光开始集中到橡胶行业，因为美国需求量这么大，那橡胶行业的利润开始急速上升。到1910年呢，每一磅橡胶的开采成本大约是 1.6先令，但是售价高达12先令，你就是把运输成本都刨出去，也是100%的暴利。当时人工合成橡胶呢还没做到，没有这种技术，全球的橡胶供给基本都靠植物橡胶，它的产量扩大很困难，所以橡胶利润呢爆炸式增长。1908年呢，美国橡胶进口的费用呢是5700万美金，到1909年就变成7000万美金，可以说绝对的暴利行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橡胶公司的股票呢无一例外都受到极端的追捧。当时上海是世界橡胶股票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资本家的冒险的乐园，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新的资本进到上海来参与这场疯狂的炒作。兰格智公司就是这场炒作的中心。而这个兰格智公司的老板呢，是个叫麦边的英国人。此前他在上海呢开设过一家小小的外贸公司，叫麦边洋行，并不为人注意。但是随后呢，他看中了橡胶股票的潜力，觉得大有可为。其实这麦边对橡胶生意一窍不通，他也没有呢能够说是在实业里边大量生产橡胶、种植橡胶这能力。但是呢，他是一个炒作的高手。这么的，他在1903年呢就筹备设立了兰格智公司，声称这公司在南洋经营种植橡胶而且呢还开掘石油煤炭，你投资入股你肯定挣大钱。可惜事与愿违，公司开设以后呢没什么业务，也没人问津。麦边一看呢，就决定我得砸广告进行宣传。就当年的上海市场监管呢跟今天是完全不能比的。麦边呢先是精心策划了一大批的虚假报告跟数据，用来说明自己这家公司业绩多好。接着呢，他不断推出公司近期跟远期的业务规划，每周还定期召开董事会，给人制造一种假象。之后呢，他在上海各大报纸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他说这些东西呢有真有假，在外加上当时候的人们呢普遍对这种宣传呢缺乏分辨能力。果然有一大批金融资本呢开始涌入兰格智公司。不久之后呢，麦边开始联合外资银行联手设套，他暗中呢向外国银行借款，用借来的钱呢给股东发利息，给那些想发财的人呢一点甜头，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呢买他的股票，从而抬高股价，使橡胶股票的价格暴涨。而那些外资银行一见有利可图呢，马上跟麦边勾结，就开始做橡胶股票的抵押放款。这一举呢又进一步增强了说兰格智公司信誉可靠，实力雄厚，盈利可观，就把这些假象给弄得非常可信。
其实在今天来看呢，这个兰芝公司的运营啊，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他利用融资之后的金钱资本呢，来支付给呢股东红利，这迟早维持不住是得崩盘的。但是当时大家已经被橡胶股票的魔力给迷惑了，当时随便一家橡胶股票上市，基本1个小时所有股票就得卖没。这个卖边的巨大成功呢，吸引了其他外国冒险家也纷纷来上海设立公司，来开始的发行橡胶股票。当时有据可查的呢，橡胶股票多达54种之多。到1910年，上海的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橡胶股票，什么工商巨子啊、洋行买办的钱庄经理啊，倾囊而出，都开始抢购橡胶股票。那么在资本不断往里投入情况下呢，橡胶公司的生产线呢也开始加速。少数掌握橡胶资源的公司呢，在马来亚大量圈地，甚至连橡胶树苗还没种下，就把这些橡胶园分割转卖给上海的新公司，收取现金。你想跟现在的这个土地市场买卖、楼盘转让像不像？有的就直接收取新公司提供的股票，就反正以空对空，就让这钱呢在金融里边空转，其实跟实体关系已经不大了。那么橡胶股票风靡上海呢，也使整个上海疯狂了。在这种暴利面前呢，不要说上海人，就是外地人都雇车驾船的涌向上海，想在这个天堂里最后再捞点残羹剩饭，就捞点好处。就这样呢，外国银行、华商银行、企业钱庄都参与进来了。这股票呢，买了压，压了买，轮番套购，股票市值跟脱缰野马是一路狂奔，而所有人都兴奋的不行了，觉得发大财的日子就到了。那在众多疯狂的股民当中呢，有一位叫施典章的四川人。这个人呢，他是川汉铁路公司的总收支，负责打理财务。要说到这个关键人物，咱得先说这川汉铁路。在20世纪初呢，新任的四川总督西凉给朝廷上了一个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的折子。折子讲的是什么呢？说建议清政府得自己修筑川汉铁路，用来应对西方列强抢夺川汉铁路筑路权的野心。因为当时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很多老百姓已经认识到了，就说咱们这个民族产业得保护，不能把自己的修路权让给外国人。你想铁路这么重要的国人命脉，你交给外国人干，这多危险，应该由国人自己来干。所以自建铁路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是当时清政府的能力有限，国库都快空了，因此各地商人呢、归国留学生呢，纷纷向政府请愿游说，说请求你政府没钱，民间入股呗，修筑跟经营铁路，咱们变官办为官商合办，甚至存商办。就这么着，1903年12月份呢，清政府颁布章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领域。所以自此呢，川汉铁路也从官办呢变为了官商合办。1909年呢，川汉铁路公司开始破土动工。首先呢，他修的是宜昌到贵州这一段，但是当时朝廷因为向列强赔款已经没钱了，这庚子赔款这负担太重，川汉铁路资金呢，只能由朝廷向四川省的老百姓强行摊派，征收租股。什么叫租股呢？就等于让每个四川人呢都成为川汉铁路的投资人。这个租股呢，就是在田租的基础上呢征收附加税，每一亩呢税率是 3%。虽然这四川人呢本意上不十分情愿，你作为一个内陆的农业省，四川人口绝大多数都农民，这租股就等于强行压榨民脂民膏，让本来就不富裕的老百姓生活雪上加霜。这么这几年之内呢，租股大约征收了1500万两左右，但是川汉铁路的预算是多少呢？是9000万两。这差得挺远，一时半会儿你都修不起来。那川汉铁路公司的高层就想说，征收上的钱呢，闲着也闲着，你说1500两银子搁那多可惜不如拿这笔钱呢，暂时修不了铁路，咱们做投资呗，看能不能想办法挣点钱来补一补这方面的不足之处。就这个出发点也没有问题。就这样呢，川汉铁路公司的总收支施典章，就相当于现在的总会计师吧，财务监督，他就从四川呢跑到上海。施典章这个总收支呢，官虽然不大，实权可不小。川汉铁路公司呢决定把已经筹集到这个1500万两当中拿出350万两白银交给施典章。就这样，施典章坐拥350两白银，远离了朝廷的监控体系，在上海进行炒股和放贷，希望呢能够保本并且获利。当然这个获利呢公司挣钱了，施典章个人也有好处。
这石典章眼看呢，上海热火朝天的股市疯涨，这橡胶股票到这程度了，你说他能不心动吗？再加上啊，他急于筹钱，就拿着这350万两公款呢，全买了兰格志公司的股票，打算狠赚一笔，连着也给自己腰包啊，多点富裕。这兰格志公司一开始也确实不负他的期望，迅速从石典章购入的一股当时是1400两，增长到一股1650两，就一股可以净赚250两了。如果这时候石典章能卖出股票，也能赚一大笔。但石典章比较贪，他觉得这股价啊都疯了，还能往上涨，可以再等等。那么正当石典章做着川汉铁路功臣，自己名利双收的美梦的时候，1910年7月，上海股市迎来了彻底崩盘。我们说这资本市场啊，永远是强者的游戏。1910年6月的时候，就在所有人都热议上海股市何时到达下一个高峰的时候，作为全球最大橡胶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对橡胶进口采用紧缩政策，就不买那么多橡胶了。这一下子捅爆了橡胶股票的巨大泡沫。美国这消息传来呢，市场对橡胶的需求锐减，橡胶的价格是一落千丈，资金就开始恐慌性出逃。首先呢，伦敦的橡胶市场彻底爆炸，然后直接波及到上海，上海的橡胶股票就一落千丈。一夜之间，在上海深度炒作橡胶股票的正源、千余、兆康这3大钱庄相继破产倒闭。那这场股灾来得非常迅猛，大家手中的真金白银迅速就变成一堆废纸了。那这个时候，给兰格志公司站台那些外国银行马上宣布，这个公司的股票没法再在银行抵押了，并且要追回前期的抵押款。银行不管你这事。紧接着呢，这个卖边啊，始作俑者跟公司员工说，我得回英国办点急事，马上就回来。结果他一走就再没有音信了。公司的中国员工觉得不对劲儿，一检查公司资产，发现账上钱没有了，就这卖边把钱一提跑路了。到这个时候，所有人才如梦方醒，原来都给骗了，无数股民倾家荡产，多家钱庄关门歇业，上海市陷入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百业萧条，人人自危。当时情况就是连跳楼你都得排队，那自杀的人有的是。然而这场灾难到这儿啊才算是个开场。可是这个时候的石典章已经彻底慌了，他拿公款炒股，结果赔了个精光。那川汉铁路公司钱是老百姓一点一点筹集来的，你要赔光了，将来铁路修建和股东分红怎么办？石典章迅速反应过来，马上拍电报把小妾和儿子都招到上海，一边呢提取最后剩下的8万两银子，准备跑路到香港。那这时候大清朝廷也知道了，坐不住了，两江总督当时就请求朝廷赶紧中央出手援助。不久之后呢，清廷决定官方作保来拯救市场。然而接下来是更坏的消息。这一年1910年的10月8号，一个更大的打击冲击全国，就当时上海最大的钱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钱庄元丰润倒闭了。这直接毁灭了市场残存的最后一点信心。元丰润的老板叫严义斌，那是个不得了的人物，他不仅在全国都开分号，而且是个超级的红顶商人。就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的国有资金存款，他当时肩负一个任务，就向这个庚子赔款这些西方列强支付赔款，是他来负责。当时清廷的赔款呢都是各省分摊，把这各省税收弄上来之后呢，然后统一支付，给这个列强赔款。那么这个分摊上来，再到支付期间呢，有几个月时间，这几个月这钱就会闲置。为了避免闲置的利息损失呢，清廷就决定呢把这事交给民间来代管。我估计不少朋友看过《乔家大院》那个电视剧，那里边乔致庸汇通天下呀，这票号干的任务就有各省上来的税收经他们转，然后送到朝廷去。那这个中间他有短暂的在钱庄里停顿，这就是钱庄发财的好机会。那这种事儿对钱庄来说和对朝廷一些实行潜规则的官员来说，这个黑暗分成呢是自不必说的。但这个也使这严义斌老板的钱庄呢，每年少说得有几千两网银子的公款在账面上，就公款在他账面几千万两。而且呢，为了救市，这次清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了元丰润。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呢，元丰润这么牛，却早已外强中干。因为严义斌的另一家钱庄叫德源钱庄，在这次股灾当中亏损严重。
严一斌没办法，把袁逢瑞的资金呢大量去挽救这个德源钱庄。袁逢瑞其实已经被注空了。9月27号呢，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银子的最后日期，朝廷已经没钱了，紧急抽调袁逢瑞200万两银子。这事儿大事儿，你不给人钱，人家还打你。所以随着巨额公款被提取，把袁逢瑞最后一滴血彻底抽干了，他终于支持不住了，轰然倒地了。那严老板崩盘，相当于大清国库直接倒台，这个引起的连锁反应导致清廷彻底无法补全亏空了。川汉铁路公司的350万两银子账目就成了无底洞。那么这次股灾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有溥仪的爸爸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责令邮传部派专案组一定要严查川汉铁路公司相关领导以及这袁逢瑞私自挪用公款炒股的特大金融犯罪案件。那么邮传部是什么呢？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加上邮政局，就铁路相关的事宜主要由这个部门负责。很快呢，还没来得及跑的这个施典章就在上海被专案组抓获了。但是人虽然抓住了，他挪用的巨额公款是追不回来的。而且因为施典章呢曾经在琼州跟广州当过知府，算是体制内的人，所以清政府呢网开一面，把他交给地方官，监禁3年，罚金定为1万两，你交清之后就可以释放。你说你这刑不上大夫也就算了，问题是因为施典章投资亏空的350万两银子怎么办？这笔钱呢是强行摊派来的，那都是四川父老乡亲的血汗钱。因为清政府救市失败，袁逢瑞突然倒闭，清政府真的是拿不出钱来补这窟窿了。而且当时邮传部的最高领导盛宣怀认为这是你们自己投资失误，不应该慷国家之慨，所以决定大清财政就国家不给承担。盛宣怀这倒是推脱的干净，问题是川汉铁路公司资金是清政府强迫四川人民缴纳的。这个时候清政府说自己不予承担，这等于是耍流氓盛宣怀还以这次金融案件为借口，说明铁路建设不适合民间资本进入，不适合商办，就应该关办。于是呢，在1911年5月，他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收回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很快，盛宣怀呢跟英国、美国、法国、德国4国的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总额600万英镑。以这个湖南湖北的贸易税和盐税作为投资抵押给外国银行，就搁这种国税当抵押。就这样呢，清政府收回了铁路路权，可是呢他不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你说这不等于是无法无天了吗？就没有任何道理当时呢，代理四川总督的王仁文看到这个方案特别震惊，他认为这个政策会在民间引起很大的混乱，进而动摇国本。但是盛宣怀满不在乎，他高估了清政府威望，以及呢他高估了老百姓对政府的支持度。盛宣怀强制推出这个政策，但是盛宣怀明显误判形势。在上个世纪初清政府的威望已经到了谷底了，在民间在海外推翻清政府已经成为一股心照不宣的共识，认为大清早晚完蛋。在四川呢，早就有革命党人深入基层进行宣传，要推翻呢清政府的统治。果然不出王仁文所料，清政府这波操作惹怒了四川人。当时著名的蜀报创办人叫邓孝可，写了一篇讨伐盛宣怀的文章，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这邓孝可告诉四川人说，你看起来浓眉大眼的盛宣怀其实是个汉奸，他把铁路收回国有是卖国求利的第一步，而下一步呢还要把各种税收通通交给外国人管理，反正就是良心大大的坏了。当然他说这个有真有假，他不都是客观事实，但是这话煽动力太强了。11年6月17号，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呢在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当时保路同志会的副会长罗伦慷慨激昂在会上说如果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全川人民都要反对盛宣怀签订的合同，保路就亡。就这么一来呢，历史书上写的保路运动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当时闻讯赶来镇压的军警呢也被罗伦的演说感动，纷纷痛哭，放弃镇压。短短10天在内呢，四川各地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加入保路运动的人员多达10多万。那么四川总督王仁文呢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他说四川总督是朝廷派来代表四川人办事的，四川人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总督有代你们转达的责任，你们就把自己诉求递交呈文，我立刻转达你们的意见，我替你们争，
一争不行就再争，哪怕为这丢官能尽到总督责任，我这王仁文心里也高兴。当然王仁文这做法呢，朝廷并不认同，朝廷甚至认为王仁文软弱无能，就革了他职，改派一个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咱们中学历史课本写了，赵尔丰任四川总督。在盛宣怀的影响之下呢，朝廷内部对各省的反对集会和保路运动下达命令时呢，如果敢纠正作乱，格杀不论。这赵尔丰铁杆上任之后立刻执行，采取血腥镇压方式，在成都总督府门口一次性开枪打死32名起义群众，这就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里的成都血案。这个血案发生之后呢，赵尔丰的镇压政策呢，不但没扑灭这些群众的怒气，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四川各地人民揭竿而起，全省燃起燎原之火。保路运动呢，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迅速集结了20万人的保路军。面对这20万人的保路军，清政府没办法，赶紧就近从湖北调集新军的2个团前往四川镇压，就把湖北的守军的精锐部队都调出来。那后来的连锁反应大家都知道，由于湖北调走了精锐部队，导致湖北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就在武昌策动起义。结果武昌起义成功了，短短2个月以内，湖南、广东15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到1912年2月12号，这个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大清彻底灭亡。也就是说，由股灾引发的川汉铁路亏空，川汉铁路亏空导致清政府不承担责任，强行推动铁路国有，最后亮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声势扩大，清政府为镇压，只能就近从湖北调过精锐部队去镇压，造成湖北的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在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各省独立，最终造成了大清帝国的溃亡。当然这里边袁世凯的作用很大，他这边联络革命军，那边逼清廷，两头吃好处，最终呢把大清皇帝逼退位了。这样将近300年的大清王朝到这儿算彻底画上了句号。也就是说，宣统王朝3年就没了，金融市场的失控是很重要的一个初始原因，它直接加剧了商办铁路的困境，导致呢刚从牛背上猛摔下来的大清帝国，最终在铁路问题上出轨倾覆。那么100多年前的那个盛夏呢，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上海股市崩盘。由于中国股市特有的官商勾结、官场争斗、制度糜烂诸多要素，这场单纯的市场危机不但危害被无限放大，而且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就违规入市而且损失惨重的川汉铁路陷入资金困境，并且就损失款的补偿问题跟中央持续发生矛盾，引发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大清国就这样在不断的自我折腾当中，迅速把剩下那点残存的能量都消耗没了。那么面对历史的偶然呢，清政府一意孤行，无视民众利益，他用武力方式进行镇压，这实在是愚不可及。你还把老百姓当成过去的顺民不行了，因为老百姓已经过不下日子了，你再这样下去早晚也是死。那对你这种不合理的这种镇压，不合理的这种压榨剥削，老百姓的愤怒迅速转化成为以牙还牙的武力对抗。清政府以为7000万四川人会咽下自己投资打水漂的苦果，反映出当时大清统治者对现实世界失去了基本认知，等于大清硬把民众推向了革命党的怀抱，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自我毁灭。这一切其实只能说是清政府统治者不明时事，不能睁眼看世界，又对自身的能力缺乏彻底的了解。也就是说，大清的溃灭其实有一半是他们咎由自取的结果。在武侠小说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写作规律，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里呢，都涉及到把武功分成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那正派武功是什么特点呢？比方说少林武当五岳剑派那么这些武功的特点呢，是要从基础做起，一点一滴的循序渐进。然后呢，所有的武功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符合人体规律的，然后积少成多，量变的导致质变，最后集大成。而通过这条道走上来的呢，那往往都是武学大宗师，像什么张三丰少林寺哪个方丈都这个。跟他对立的呢是邪派武功。邪派武功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呢别道奇行，不依表里，走的是歪门邪道，但是呢速成，很短时间之内就练成很威力很大的武功。
但是呢，它基础打得不牢，容易在一定阶段呢走火入魔，前功尽弃。可是要论这个武功快速成长呢，它比正派武功的速度要快得多，那个得一点一滴，这可能速成。我估计很多朋友一听我说这就想起那邪派武功，你比方说这个兴徐海、丁春秋、丁老怪化功大法，这得搁那有毒的东西练化功大法呢，包括任我行的西行大法，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包括梁羽生小说《云海玉公园》里边孟神通那个什么修罗一煞功啊，厉声南那个什么天魔解体大法呀，都是这类邪派武功。所以这个我估计大家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可能就司空见惯了，就是邪门武功进步快，但是呢最后容易有隐患；正派武功进步是慢，但是最后集大成，能成为宗师。那其实呢，你把这个呢套到世间万物上也都有道理，在很多行业里都是这样。你要想扎扎实实的最后一点点能获得成功的话，你肯定得按照一些正道来。但是你要想说我快速成功，难免就有时候用点邪门的东西。这个每个行业里边可能都有这个问题。而用邪门的东西你是速成，但是后头可能有巨大的隐患。你包括我们说这读书，那有的书就是让你一点点累加起来，把学问做扎实，教会你各种技能。但有的书不是，写的很阴暗很负面，让你马上就能了解社会了解别人，但是往往最后你按这个走呢，你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有的人说老梁你这例子举的不恰当啊，这个出书咱们现在这么严格，这制度都是高台教化教人向善呢，你出那些邪书还有这教人学坏的书不能让你出啊。那咱们出版各方面都有很严格的制度。我告诉大家，不是很多不好的书人家都是说是面上邪书歪理怪论奇谈什么魔鬼，不会拿这名来吸引你，都知道这东西外面邪道谁还学呀。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好的书靠什么呢？打着光明正大的旗号，为你快速提升职场经验，迅速积累人生人脉，达到人生财富顶尖，尽早实现财务自由，都以这样的名义来糊弄你。我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明白了，现在铺天盖地的什么职场权谋啊，心灵鸡汤啊，还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教你成功的成功学的书籍，这些书籍其实就是我说的邪书，它不是走正道，它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相对阴暗的一些关系，让你去把握这个，从这个当中钻空子找漏洞，来获得自己一点小成功，这个绝非人间正道。当然这种东西呢，往往现在被鼓吹成商场的这个智谋智慧，什么人生的权谋，职场的这种各种的阳谋，以这样名义出现，其实无外乎是什么，就厚黑学的东西。这个再翻版，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来骗你。所以您各位千万不要上这类所谓成功学书籍的上这个当，这是恶当。但是我今天要说这话题呢，就跟刚才我说这个密切相关。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种种打着冠冕堂皇旗号，让你怎么走向成功，让你琢磨人什么如何权谋这些东西，它无一例外都和中国历史上的一本书有关。这本书我们把它称之为千古第一邪书。这书叫什么名字呢？罗织经。罗织两字就是罗织各种罪名的。这个书为什么说它第一邪书呢？它几乎是古往今来中国这些诡道阴谋的集大成的书。它是不是智慧呢？是智慧，但不是正面的智慧。它专门讲你如何算计人琢磨人，甚至呢如何给别人罗织罪名栽赃陷害。而且他说这些东西是真管用，就你照这学你还真就能变成个坏蛋。这么一本书罗织经。有人说这书居然还有这样说，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具体内容，你看看很多地方让你看的一面觉得它有道理，一面觉得不寒而栗。就人人要都按这书路走，那这世界就是人间地狱，就真是应了那句话，他人即地狱，你谁也不敢相信，谁都可能害你，你也可能害任何人，就变成了一个零和博弈的你踩我我踩你的世界。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年代诞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唐朝时候诞生，但可不是老李家掌天下，是武则天掌天下时候。
就国号大周那16年期间出了这么本书，作者是谁呢？来俊臣。第一作者啊，第二作者叫万国俊，是来俊臣的副手，主要是来俊臣的思路。说来俊臣呢，很多朋友说好像我知道这人什么酷吏吧啊，专门各种刑罚收拾人。哎，对，就是这来俊臣。你看为什么武则天年间能出这么本书，能有来俊臣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书居然大行其道。武则天看了之后来了一句：朕之心机，过不如此耳啊！就说我这个再有权谋，我也没超越这本书的范围。那狄仁杰看了这本书，浑身出了一身冷汗呢，说这书太吓人了。我们也知道狄仁杰那能耐大的不得了，见到这本书都吓成这样，看完了之后就觉得睡觉都不安稳了。那么说来俊臣何许人也，他能弄出这么一本书来呢？咱们给大伙好好说说来俊臣这个人。来俊臣呢，出身呢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也不是什么官僚世家。你要别人说你将来志向是什么，你问当时的人，基本上就是有点初心，都说我将来我要这个封官拜相啊，我当大官。还有的野心大的，我要成王成侯。你甭说就是普通老百姓了，就是那些文化水平很高的文人，你看杜甫诗写的好吧，杜甫从来没吹自己诗写的好，他认为他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想当官。你听李白，好像说李白不想当官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是李白当不上官了，被贬了之后发牢骚。李白之前什么样？为了巴结那韩荆州，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试韩荆州。你引荐引荐，你让我当官去吧，也官迷。所以你问这些基本都是在当官。可来俊臣不是，你别看他后来当大官了，来俊臣小时候理想是什么呢？我就要当一个很威风的臭流氓。说这叫什么理想？还有愿意当流氓的？不假。来俊臣他的爸爸就是个臭流氓，他爸爸叫什么呢？叫来操。姓来，这来操是曹操那操，你听这名就是个流氓的名字啊。他爸爸呢，在来俊臣小的时候呢，大流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欺男霸女，剜掘坟，踹寡门，坏事干尽了。可那时候来俊臣小时候一看自个儿爸爸威风啊，谁都怕他爸爸呀，我将来也得像我爸爸这样做一个成功的臭流氓。他打小就这么点念想。但后来他爸爸呢也没得好下场，让官府给抓起来。但这时候来俊臣已经世界观形成了，他到大了一点也变成和他爸爸一样了，而且他比他爸爸更损更坏，他还知道怎么勾结官府，怎么诬告别人，然后达到自己目的。结果一来二去呢，把乡里这些人都得罪完了，别人怕他也恨他，背后有人告他，有人干嘛的，反正也整他。结果呢，咱都说作恶的你早晚遭报应，结果就是有些事儿犯了众怒了，就被整到官府里头了，给他押到监狱里边。咱说这监狱里头啊，它有个规律，不因为封建社会啊，还是新社会啊，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监狱里头有一套固定的鄙视链，就是哪个阶层哪个阶层的我鄙视你，你比啥？什么鄙视链呢？比方说古往今来的监狱都有个特点，监狱里犯人也分三六九等，最上面是什么呢？理不下庶人行不上大夫，就当官的进了监狱了，搁现在讲叫职务犯罪啊，往往是贪污受贿了，像这类的玩忽职守了这类的，这是监狱里最上层。你现在咱们到监狱里看，凡是职务犯罪那监舍，那就比关刑事犯那个条件各方面总得好点。当然这里怎么事我就不细说了，你琢磨去。就职务犯罪这是最上一层，往下第二层呢是穷凶极恶那些杀人犯，那些江湖大哥跟你斗狠的，再往下呢就是那些打仗斗殴啊这类人。最底下的犯人最不被瞧得起的是什么呢？小偷小摸啊，强奸犯呢，什么调戏妇女，这个那有不少。那看守所有的朋友都是一进去，监狱里老犯问你什么进来呢？我强奸妇女，打，往死了打，这混蛋，瞧不起他。你等来俊臣进了监狱呢，他就是不是那个最底层那个，反正也是倒数的第二第三那个，反正也跟这个偷摸呀打架呀沾边，所以他在监狱里头呢也属于鄙视链的底层。三天两头呢，甭说这个当差的要打他一顿呢，那犯人也揍他。他一想这不行啊，我没等我放出去，我死到里头了。来俊臣这个坏劲儿就上来了，他想什么招呢？我告别人，
就他在监狱突然说我揭发检举谁，你可注意了，虽然咱们有时候看一些监狱片，好像说什么一些黑监狱谁进去不明不白就死了，我跟你说那都是夸张。任何朝代任何情况下，你监狱里要随便死个犯人，看监狱的人监狱长官都要负责任，你得担责任，凭什么在这最后也没判没啥就死你这儿了？那不行啊，你得有说法啊。尤其是呢，只要这犯人案子还没有明确时候，不是判完了，在这之前你千万不让他人身出现问题，如果真死了这事儿就大了。所以这个来俊臣一说揭发谁，他身上还有案子呀，他是可能是证人呢或者线人，那赶紧得先把他别在这屋搁着了，单独那监号压着他，他别出啥事啊。所以来俊臣通过这种方式防止了这些当差的打他，也防止了犯人打他，他躲过这顿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啊，说白了后患无穷。为什么呢？你这一说谁谁有事我检举他，那么公检法人员是不是得管呢？得查呀。要是你说这事差不多，人家一查，尽管累个要死，因为其实谁也不愿意多干活嘛，尽管累个要死，但最后一查确有其事，我可能还立功了，那也还则罢了。问题是来俊臣呢，基本上是在那诬告呢，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没什么证据，乱告。人家查半天发现没这事，白忙活了。你琢磨琢磨，这人不恨他，所以他暂时躲过这顿打了。那窟窿在后边等着呢。果然弄来弄去啊，有个监狱长官叫王旭，这人急了，你敢折腾我，给我打，杖责100。你以为这100杖，说这人受了之后啥样？我告诉大家，想把你打死，有10杖就能打死你，不用100杖。我要想让你啥事没有，我打你1000杖，你还啥事没有。道理在哪儿呢？全在大老爷怎么下命令。执行的人都明白这个。你比方说把这人裤子一扒打屁股或者打后背啊，杖刑，这边人拿个这么拿着，那边拿着，两边要打了。正常打怎么打呢？比方说打屁股，啪，这一下下去，啪，这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然后啪，当间一下，马上屁股开花见血。为什么呢？左边一下把这血打这头了，右边一下把这血打当间，当中这一下子一定皮开肉绽见血。真要打你3杖5杖的，就能让你几个月起不来炕。那说我不想打你呢，说打这个杖刑50吧，打第一杖啪，真打到你肉上了。但是你注意啊，这个杖下去呢，先触地，然后板再碰你屁股，这不一下就有支点了吗？不受力了，啪，你听着挺响，但是你屁股没打对。然后第二下别人的杖打上来，这杖不动，别人的杖全打到他这杖子上面，啪嗒嗒嗒往这上打，你明白了吗？然后在旁边数数那个1杖2杖3杖4 5 6 7 8 9 10，打了也就是7、8下，50杖就完事了。这就看你使不使上钱。这来俊臣也知道这100杖啊要了亲命了，他怎么办呢？也是啊，让外边人给送钱干嘛的。但是这王旭是真恨他，就拿这揍他。他虽然给下边人使钱了，大老爷要打他，也要把他打个皮开肉绽，足足养了3个月伤才好。这一来啊，这来俊臣可是恨透了这王旭了。混蛋，你敢弄我，你这我弄死你！咬牙切齿的。他出了监狱之后就开始告这王旭，当然都是瞎告，他也没任何证据啊。告你王旭贪污，这个调戏妇女，以下犯上。他想到我告你造反，因为武则天期间呢，武则天毕竟一个女的当皇帝，毕竟自己姓武，把人老李天下取代。武则天最担心的就是啥呢？别人造反，不服他呀，你把李唐天下给颠覆了。所以来俊臣想来想去，我就告你王旭谋反。当然这都石沉大海，你告上去没人当回事啊，谁都知道这个人平常诬告。这个时候他时来运转了，怎么着呢？这个王旭啊，他本人呢是个铁杆的李唐粉丝，他心中最大偶像唐太宗李世民，所以他心里头呢一心服李唐为正统，并不服武则天。所以后来呢，赶上有人聚众闹事，他真就参与了，要造反。结果后来呢被镇压下之后呢，也是满门抄斩了。
这时候来俊臣一看，嗨，我蒙还蒙对了，借着这股兴劲儿，刷刷点点给武则天写上告信。他把这时间呢颠倒了，怎么颠倒了呢？说我为什么挨这100板子，给我打的屁股开花啊，都要死了，就因为我当初揭发王旭要谋反，王旭报复我，想杀人灭口。你说他这不胡说八道，他给道个。而偏偏这封的上告信呢，武则天看着了，说武则天那么傻就被他骗了。武则天多聪明，武则天一看也知道他是在这诬告呢，胡说八道呢。可是武则天脑袋一转，这个人是个人才啊！这编瞎话告状害人，这能力这么强，我不正需要这样人吗？为什么？武则天刚登基，天下不稳，好多人潜在着要害他，可是这些人又没明面的爆发出来。武则天想把他们收拾，没道理呀！你要真收拾人家，这不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武则天特别需要一个程序正义，就在这套程序上把你定成罪名，把你收拾住，把我的隐患剪除。所以武则天一看这个人是个能人，用他，就召见来俊臣，让来俊臣当上了御史。他原来由一个平平无奇的就这么个小臭流氓，一下子变成了御史大人。你想想，兴官上任三把火啊！你知道为什么说这个阎王好见小鬼难扛啊？尤其刚提拔上来的小鬼啊，比方说破格你提拔个干部，这就容易出事儿。为什么呢？他破格提拔上来的，旁边人不服，那么这人就得说我得对得起主子对我的赏识。为什么提拔我？我得干出来让人看我有能耐，所以他就得大干特干。这一大干特干，往往就干冒进了，劲儿使大了就容易造孽。所以古往今来，你看破格提拔干部常有这个问题。来俊臣就是这方面的急躁冒进的典型。他上来之后，我得对得起天后对我的提拔，弄开始嘁哩咔嚓制造各种冤狱。凡是他揣摩武则天看不上的，收拾他，就说他造反，就说他怎么贪污什么的，罗织一堆罪名。一时之间，朝野上下酷吏之风盛行。当然，这个风气不是从来俊臣开始的，很早的时候，什么周兴啊、索元礼啊，武则天重用过这些酷吏。当然，我们都知道酷吏一般没好下场，你做损的事干太多了，你肯定不好。而且武则天一朝呢，也是不断的在用酷吏和灭酷吏之间进行平衡，他既用他又要打压他。那么这个来俊臣他的手段是非常多的，你像什么钓鱼执法了，阴谋陷害了，故意罗列各种证据了，甚至他撒下一伙人去在各个府郡待着，说写上告信齐刷都写，制造了多个地方人告一个人的现象，来制造这种假证据。反正他这些本事多了去了。历史上关于来俊臣最有名的一个事就是钓鱼执法。什么钓鱼执法呢？有个成语叫请君入瓮，就从这儿来的。说那个时候在来俊臣之前，他有个前辈叫周兴，也是有名的酷吏。而这个周兴呢，瞧不起来俊臣。为啥？人家周兴啊，原来家就当官的，人是一步一步通过那个时候的司法考试上来的。说白了，人家在这行里是科班出身，你来俊臣是野路子。所以周兴瞧不起来俊臣，你少玩闹，没拿他当回事儿。这来俊臣也恨这周兴，你瞧不起我。机会来了，武则天有一次秘密的召见来俊臣，说有人啊，说周兴和一个谋反的官有往来，你给我查查。其实就这么一说，但是来俊臣得拿着鸡毛当令箭，就既然天后说了，我就得查这事儿。既然我查你，我非给你查出事儿不可。要查完了你还没事，我这脸往哪儿搁啊？我找你谈策划，最后你啥事没有，那我不成了窝囊废了吗？所以这来俊臣琢磨怎么能让周兴直接招供。可是周兴也是有名的酷吏，你玩这套人家也清楚。来俊臣想来想去，只能用钓鱼的方式。他呢就亲自到周兴的办公室请周兴，周大人，我有些疑难事不明白，您是我老师和前辈，这样这个休息日啊，我在我府上呢摆几桌啊，就请您来喝来，山珍海味我给您备足了，我是真心向你请教。咱说抬手难打笑脸人，周兴是瞧不起来俊臣，但来俊臣平常也飞扬跋扈，也有势力。周兴心想，这小子难得你向我请教，正好借着机会我压你一头。所以周兴呢屁颠屁颠就到来俊臣府上去赴宴去了。跟你说，今天可是我把你压住了，我是你老师，今后你也对我一定得客客气气，得拿我当回事儿。就这么着呢，来俊臣呢
酒端上来，菜弄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来俊臣拱手：“周大人呐，您是我前辈，也是我老师。今天我找你，我是真有事求你。这个天后交代我办个案子，说这混蛋要谋反，我呢让他招供，他不招，我是严刑拷打。你也知道，我是把所有损招都使尽了，动了大刑了，各种各样刑法我能想到都使上来。这家伙嘴硬啊，皮子紧呐，就是不招。您是前辈，您教教我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招供吗？”周兴一听哈哈大笑，他乐了。为啥？你到底求着我了？我告诉你，小来啊，你呀有点能耐，我知道，可你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像这种事儿在你那儿难了吧？他不招，在我周某人这块小菜一碟，我就有办法。今天你求着我了，我就动动脑筋把你这小问题给解决了吧。我告诉你，你这么干。周兴就给他出主意，他不招吗？你这样，你呀弄一个大瓮，就大罐子瓦罐，在下边架上火，把这人装到这瓦罐里头，在底下拢火，这温度一点点增加，他在里头呢，那这不是蒸笼啊，那这就是火葬场炼人炉啊，那是。一会儿他就受不了，他能是孙悟空吗？看着老君炼丹炉里火眼金睛，没那两下子，一会儿他就得招，你就照我这来。来人说：“哎呀，对，哎呀，你高，实在是高。来人呐，点火，弄罐子。不一会儿，罐子拿来了，点上火了。”周兴说：“干嘛？你还要现场办公啊？都弄好了。”来俊臣把这酒杯拿起来：“周大人，我敬你一杯。”一而尽之后，站起来一伸手：“周大人，嘿嘿，今天正好您也来了，主意您也教我了。天后呢，正好让我来调查你，来吧，请君入瓮。”周兴一听傻了，怎么着？我呀？到这时候他自己出的主意，绝户计，把自个儿逼得没有退路了。说来俊臣这钓鱼执法弄的是特别高明，最后把周兴判了刑了，流放死到外地了。所以这就是来俊臣各种各样这些阴损奇绝的怪招。在他这威慑之下呀，当朝人人自危。后来甚至呢，这个罪名弄到谁身上？狄仁杰。咱都说狄仁杰对武则天很忠诚，最后居然罗织罪名陷害到狄仁杰这儿了，把狄仁杰给弄到里头去了。结果狄仁杰，我没想象那忠臣呢，你诬陷我造反，奇耻大辱，士可杀不可辱，那我能认吗？这是咱们正常思路。谁也没想到这狄大人进里边，来俊臣说：“听说你谋反。”是，招了，签字画押了。那赶紧吧，既然这坐实了，等着审判结果吧，给你扔大牢里，看什么时候秋后问斩吧，扔里边去了。那么狄仁杰知道自己是冤枉的，狄仁杰就在这监狱里头啊，把十指咬破，写了一封血书给武则天，意思我冤枉，来俊臣要害我。然后赶上换季的时候，他儿子来看他，他就把这个呀，这不由冬天转到夏天吗？送进薄衣服棉袄拿走，就把这封血书塞到棉袄夹层里了。他儿子回去打开棉袄一看，拆洗的时候看着了，就把这个通过各种渠道转到武则天那去。武则天看到这血书，哎呀，莫非我狄爱卿冤枉？赶紧把狄仁杰提出来。狄仁杰说：“天后，我确实冤枉，是怎么回事？解释清楚。”武则天一听说这不对呀，你要冤枉，你怎么当初就认了呢？你认了，这不真把你杀了，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了。狄仁杰说：“天后，你有所不知，来俊臣太狠太毒啊，那酷刑太多呀，我这岁数我扛不住了。如果我点头承认，我还有几个月活头，还有机会向天后你申冤。如果我当初不认，严刑拷打上来了，2-3天功夫我就得死于非命，我得等于让来俊臣给我个机会我才认。你就看看这来俊臣狠到什么程度，把一代能臣呢，狄仁杰最后给治成这样。要不是狄仁杰自己知道委曲求全，那可能历史上再记载狄仁杰的时候就不这么记载了，稀里糊涂死在来俊臣手里。当然来俊臣自个儿呢后来也没有好下场，因为武则天既用这些酷吏，又最后得杀酷吏以平民愤，最后来俊臣也是死在武则天手里。那么说来俊臣他这些工作经验他自个儿一点没糟践，他跟自己手下叫万国俊，两人合伙写了这本《罗织经》。这《罗织经》其实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看说特工培训的手册，
一个特工培训班，给你看这个怎么对付严刑拷打，怎么乔装改扮，怎么使各种武器，怎么暗杀，怎么传输情报，类似这个是他的业务培训教材。但是这个教材写的实在太过真实，而且集中了来俊臣这伙人最高的一种人生智慧和职场经验。说这里都写什么的呢？这个你在网上可以能查着，我大致给你说说啊，它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呢是我们说的怎么陷害人呢，给人罗织罪名啊，怎么把他弄监狱去，怎么让他招供，这些个乱七八糟的实用主义的。还有一些总纲式的原则性的是什么呢？讲职场的权谋之术，怎么防备别人，怎么害别人啊，怎么迎合别人，就这些职场的权谋。但是他写的呢，可以说几千年下来，咱们一琢磨，他有道理。你比方说，他说你为什么能被别人害到你？那是因为你相信别人。你要谁也不相信，谁也害不了你。所以职场的原则就是谁也别相信。你要是不相信他，最多是有好事你赶不上。可是你要彻底相信他，危害就是一旦有坏事你就被他害了。所以来俊臣的方式是在职场上谁也不要相信，永远留着几分心眼儿，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心一片抛。还有的他的论调是对领导得怎么处理，下级对上级你就记住一个字，就是顺，他说啥是啥，你就听他的。是你完全听他的，领导可能认为你无能，也可能旁边认为你溜须拍马，但是领导明知道你是无能，你是溜须拍马，他也高兴。哪个当领导都希望下边人顺着他。所以你一旦要坚持自己的东西，你即使对事业有利，你让领导觉得这出了事啊，你显得你能力比我大，周围人该看不上我这领导，看你好啊，就杵了他肺管子了。所以咱们看那个狄仁杰断案里头不有吗？袁方在旁边站着，狄大人一整说，袁方这事儿你怎么看？袁方往回答，小人不明白，愿大人明以教我。你看袁方就得宠。如果要狄仁杰说，袁方这事你怎么看？这袁方嘴巴巴的，狄大人我告诉你这么回事，你不知道，这狄仁杰不恨死他，这人就嫌你能，就嫌你明白，我这狄大人往哪儿摆啊？一个道理，就这句话是扎到当官的心里去了，你得顺着他。你将来他出事他死不死着呢？你管那个？现在他就能给你好处，即使他知道你溜须拍马，他也愿意用你。哪人不愿意用这样呢？整天旁边站一个我老师，天天教育我的，指我这不是那不是的，比我能力还大的，我用你。所以我跟大伙说实在的，像我这样人这辈子进不了官场。因为我呀，见到谁什么问题没解决了，我就愿意多说两句。我原来在体制内的时候吃这亏吃老了。当然我给自个儿批八字，我的八字是伤官见官为祸百端，这辈子不适合当官。所以来俊臣那套我永远学不会，但我学不会可有人愿意学。这个罗织经可以说是流毒无穷，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哎呀，我原来不明白事，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照着来，这准成。所以这罗织经后来流毒无穷的时候，一度就成为禁书。到宋代的时候，这书就不让出版。为啥？谁见了这吓人呢？就搁这害人家，害人大全，坑人宝典。你这个东西对社会危害，尤其儒家思想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可是他就没反思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在中国这土壤上能诞生罗织经这样一部著作？它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在整个的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基本上统治性的学术理论是儒家、道家和法家。这三家的学说都高度重视人和人的关系。你像儒家讲仁，仁是什么？二仁，仁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对立关系，研究两个人的关系。当然儒家的学说有一个好处呢，它是设立一个宏大的正确的目标，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这个基础上，你干的这些事儿一定是正义的，一定是为了一个光明目的的。说白了，他先完成一次高层次洗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琢磨人臣之术，权谋之道，他给你扣一个光明帽子。法家呢，那就是完全是严刑峻法呀，御臣之术啊，讲这些权谋了，很赤裸裸了。道家呢是不行我就躲我就闪，也是讲个人和人关系。就正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和人的关系，对人际的关系远远要高于对做事情的重视程度。所以在这个土壤上催生出反向的独一枝的恶之花，罗织经它也不足为奇。
所以西方很多国家认为中国人擅长窝里斗，也是你总天天研究人和人关系吗？那正面倒是和谐了，那负面不就变成窝里斗吗？所以罗织经是在这种土壤上诞生的，但是它跟儒家的基本学说是相悖的。我说到这，可能有的朋友说，老梁，我听你说这些东西特别像你解读增广贤文。对，增广贤文也讲了很多这种权谋之术，但是它跟罗织经正好是两个出发点。增广贤文是我承认人和人之间有很恶的东西，但是我的出发点是躲避它，对抗它，我的出发点是善的，这是增广贤文。而罗织经呢是以恶制恶，你坏我比你更坏，我10天我弄你，它的出发点是恶的。所以我经常说嘛，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一回事，但是就是为善为恶在于存乎一心，你目的性不一样。你比方我们说，我想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我想让你接受我观点，我教育你，给你上课，我一个律师为了说服你，我一个这个记者，我是想报道让你弄清楚，我甚至是一个传销的人，我想给你洗脑，我甚至推销的人，我让你买我东西，所有人用这种话术规律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套把戏，一套话术。但是呢，有的我是为了行善，有的呢我只是为了我自己利益，我是利己但是不损人，这都可以。但是损人的时候它就变成邪恶的。所以技法没有高下，关键看于你运用到什么地方。而罗织经的出发点本身就是恶的，所以这才称它为千古第一邪书。它是在中国人极度讲究人际关系的情况下研究出来的一部恶之花。它和增广贤文一者为善一者为恶，同样都是承认有恶的东西，但是增广贤文出发点是善的，罗织经出发点是恶的，这就决定了罗织经成为千古第一邪书。那么这样的书，你任何一个朝代也不能允许它大面积流行，看了之后人人自危，互相害人，这不得了。包括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也很难执行。所以罗织经在宋代以后呢，一点点就失传了。甚至到后来很多人引用的时候，大伙都怀疑有这本书吗？根本就没有这书吧？是不是编出来为了骂这来俊臣呢？一直到近代的时候，我们在日本找到了罗织经的手抄本，这才知道确有其书。为啥呢？唐代时候日本派遣唐使，那可以说几十次来中国，到中国学习各种东西。你现在你到日本去，不用别的城市，你去京都你看看，大唐时期的建筑风格在京都遍地都是。而且日本保留了唐时代那些文化的很多的东西，甚至是原汁原味的。那么所以在日本发现罗织经手抄本一点不足为奇，他那时候去了很多人从中国弄回来大量的文化书籍。所以通过日本的手抄本，我们才发现历史上确有罗织经这本书。当然也有人说后人伪作就是按文言文的格式假的，也有怀疑的。可是你从它里头总结内容，这可是干货，这可确实是一本害人大全的书。而且你搁到来俊臣身上毫无违和感，都能严丝合缝对得上。所以我们姑且相信罗织经确实是武则天时期来俊臣万国君一辈子害人的心血形成的一部讲究诡道阴谋的害人大全，确实是这么一本书。但是这样一本书呢，我今天说老梁，你说这个是不是宣传罗织经啊？这会淫会道啊？不是这样。我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的时候呢，你社会经验不足呢，你也很难分得清，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那怎么能够产生这种分辨力乃至抵抗力呢？就是你要了解这些恶的东西是什么，包括你的职场你的生意场官场，还有你平常的这人际关系，知道人心险恶，也知道预防。所以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看一下厚黑学、罗织经这样的书，你知道人心险恶到什么程度，你遇到这种情况，你知道谁在害你，他想怎么害你。我认为这个也没有错误。实际说穿了，最后还是那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